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6.05，收盘价是137.8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8.47，最低价是到达了137.6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596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4倍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那这是股价继续下跌的信号。那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信息，在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的过程当中在当日是出现了大的成交量，我们说是超过前一天的1.2倍，现在几乎是1.14倍，应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我们要警惕后续股价可能会直接出现反弹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么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5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148.5附近。那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37.80，对，那实际是在当日出现了下跌，那收了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它几乎是回补了下方的144，到137的一个缺口，目前还差0.4个百分点，0.4个点位吧，就是现在在这个图上是显示不出来的，也就是这个缺口还没有被完全回补，那说明这个缺口的地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提到，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长红实体 K 线跌破前低，这是继续下行的信号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说对于12月21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前低137.66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是在126。那126我们回顾一下，它是2020年10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把图放大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K 线。好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股价会要跌破这个低点。那我们可以现在顺着向前看，如果这个点位被跌破，那前面还有一个低点，就是117。对，所以目前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之前的前低。好，
那我们也会看到缺口的位置是最低是在137.482，那在当日是最低点是在137.66，所以这个缺口啊还没有被完全回补。那我想应该今天在开盘之后啊会把这个缺口回补上，如果出现下行的话。好，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这是下方的股价的2个目标，我们再把图恢复回来。好的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说啊，股价目前在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走势中啊，我们只能等待止跌信号 K 线的出现。对，但是目前我们说在前低137.66之下，我们说每一个点位都将是强支撑，因为股价跌到这样的一个幅度啊，会有买盘的跟进，所以说在前低或者说目前的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一个直接反弹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2月21日股价如果出现了一个直接反弹，也就是高开盘，那么它向上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和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因为啊这两个指标呢是一个标志，也就是说只有站上这2个点位，股价后续才能会出现继续的反弹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条水平线呢上移到前高148这个位置。对，然后呢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46，对，到148，在这个区间内。好，那这是股价如果出现直接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当然，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在前一个交易日的 K 线的最高是12月19日的最高是在155。我们把这条线呢变换一下颜色。对的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条红线呢移到142这个位置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解释这条红线的位置。好的，好，那股价上行，我们说前高5均值，然后呢就是12月19日的最高是在155附近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条线的附近。好，那我们说5均值和10均值，或者说是12月20日和12月19日2根 K 线的高点啊，说在这2个位置，我们说要特别关注，因为股价如果反弹到这2个位置呢，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。也就是说，股价一旦出现反弹，在这2个位置会是空头的进场点。对，好，这是这2个位置的解释。那当然，我们再往上延续一个目标呢，我们会看到就是161是12月16日的最高。好，当然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175。好，那我们说这是上行的目标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。那目前啊，我们可以清楚先把这个水平线清除，这样我们会更清晰一些。对，好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12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42，就是我们刚才下移的这条红色水平线。那142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的50%，这是当日的这个50%的成本线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在盘中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个142。如果在盘中能够突破142，并且能够站稳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在收盘呢当然会在更高的位置，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出现
直接反弹的一个走势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说股价可能会在前低，也就是137.66附近啊，形成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再把下面的这个缺口回补完成，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止跌信号 K 线，对，就是前部反弹。当然，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继续出现一根长红的一个实体棒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说在日内我们关注142，如果我们再补充说一下，如果后续股价不跌破前低呢，或者说是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啊，会出现新低，但是不跌破前低，我们说这将是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它的一个休息盘整的一个区域，然后再次选择方向是继续下行，还是说出现向上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2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46到148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高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155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57到158之间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131.66，接下来的一个支撑是126。那我们说在这个区间内，每一个点位都将是强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2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直接反弹，对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。那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0，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最低到140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49。收盘会收在147附近，对。那如果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直接反弹呢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0的。那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条件，我们说才会出现直接反弹。好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虽然是继续下行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的可能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下探到133.5，那最高上方会到达138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36.5附近。对，那出现下跌，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地方，虽然是下跌，但是会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当然，它的条件也是在盘中是不能够高于142的，也就是不会高于这个50%的水平线。好。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